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现在我婆婆、我公公、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今年夏天要一起来。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有一天晚上在铁岭，俺家所有人说这是搓澡。温迪本来想拒绝，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怕挨打，最后只能从了。但走之前他说，去搓澡也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上了搓澡台，搓澡之后啪就打他一下。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温迪说，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让我翻译说，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我是搓2面还搓4面啊？温迪说，搓可见面，搓可见面。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一边搓一边说，你这个票啊，本来是带奶搓的，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你说，那我收起来了啊。温迪等家坐起来了，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搓澡师傅说，对呀，那你也不能搓呀。温迪说，对呀，但是我能喝呀。早达过来，咱娘俩一人一袋，来给奶share一个。早达还挺感谢他奶，说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奶奶，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儿变得如此慷慨吗？他奶说，你想多了，奶只是一个巧合。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我更给你；除非我带的是酒搓，那我就自己喝了。搓完澡，温迪基本就放飞自我了。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我说温迪，2楼这个是自助餐，你别不好意思。但是呢，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没啥好吃的。没想到温迪十分激动。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我差点都放弃了。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不是啥呀？你说蛋炒饭呢？我以为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难道不是这样的？我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就不是这样的。温迪非常懊悔呀。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早达说，奶呀，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然后在自助餐区，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但坚决不溺爱。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但是它收费。温迪想来想去，给自己买了一个，被拿铁要走了，温迪就又买了一个。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的，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又去管奶奶要新的，上来就要啃。温迪，拿铁张穆赫兰，你已经2岁了，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啃老这一套跟我绝对不好使，不信你问你爸去。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我说那就没办法了，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春天都到了，我们领拿铁早大出来玩，晒晒太阳动一动，抓住黄金期长一长。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激凌。迪巧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你们也快加入吧！不光动得多，还得吃得好，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再来点迪巧小黄条 K2 钙，独立包装更卫生，进口钙大品牌，值得信赖。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都要来铁岭整大套。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家一下，哎呀妈，这老多人！但大黄媳妇的回答非常明确，你们来也行，但是家里不够住，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你们做好预算。我公公一算，这开销也太大了。温迪邪魅一笑，老公，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还给牛奶，而且炒饭随便吃。她老公说，谁跟你一样人，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人家我爱吃炒面，爱吃炒面。我婆婆回加拿大临走的头一天晚上，高低要搓澡，不搓不行。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温迪他们要走了，这是温迪第3次来中国，第3次走。临走之前呢，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希望我能替他完成。都有啥呢？第一个就是搓澡。温迪第1次来的时候，听到搓澡这个概念，吓得直哆嗦，他拒绝的很彻底。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脏。温迪第2次来开始动摇，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给温迪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给温迪搓服了。她是温迪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温迪记住了她。然后这次温迪来第1天就跟我说，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但是一切都不对，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但搓澡这个事儿呢，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我给忘了。铁岭的最后一天，温迪看我不在，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高低搓了一个澡，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最后才满足离开，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姐姐，你让那个叔叔给倒牛奶了吗？奶奶说太贵了，我们没有加牛奶。那撒完了呢？你下次找我，我给加奶。OK。他们在里边搓奶浴，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我人都憔悴了。还好我有欧诗漫真白银美白套装，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能改善皮肤变黑，高效美白，不容易反黑，还有很多舒缓成分，上脸不刺激，贼舒服。温迪临走还有个心愿，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一定要加火腿肠。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全世界中国无敌，就中国最好吃，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温迪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每天就找薯片、冰淇淋和快餐充饥。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但其
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什么扬州炒饭、牛肉炒面、饺子啥的。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贵的不行。哎，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痴迷到啥程度呢？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那高速上每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我说那这咋整？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给温迪乐坏了。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他说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面了，随地方便面了。回到北京，温迪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大铁从幼儿园放学。然后温迪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大铁咋想的，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妈妈，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那她肯定不一样啊。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这么多外国人呀？哎，你知道一个外国男人对失业在家当全职奶爸这个事儿到底咋看吗？我今天就跟你们唠唠我这个大胖媳妇。她不是去年12月份领着我女儿回她的故乡加拿大了吗？完后来英国疫情太严重，我就没让她俩回去。但是她英国的老板犹大呢，对这个事儿表示极端的不理解，给我大胖媳妇一顿说，给说哭了。然后我不就现场直男癌犯了吗？就特别想保护这个215斤的大白胖子，然后就是撒出了千古名句：工资随便扣，委屈不能受，割下1斤伤心肉也要硬啃臭。你就跟人家老板杠上了，然后就给他工作给杠没了。其实当时我就后悔了，但是东北人这个嘴上的气节不能坍塌，还搁那块儿的，他人要再走打他。这事刚发生之后呢，我可注意了。我寻思，你说人家刚失业，容易失落，容易沮丧，我别说错啥话伤着人家。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上火，而且他这份坚强绝非伪装。就他跟艾莎，就是艾莎，我俩英国那个金发美女朋友，俩人视频还喝香槟呢，还跟人艾莎说 ：“Oh my dear 大艾莎，你说咱俩的梦想同样是被包养，但是 I'm so very sorry， 我先实现了。”所以他现在呢，就是爱花钱来，爱装嫩，贪恋浮华和名分。前两天发生个啥事儿呢？就他全家上这个一个知名火锅连锁品牌温哥华分店吧。完事儿，本来我婆婆他家吃饭你也知道，就全都 AA 制，账单一拿来就都平分各花各地。然后在结账的时候呢，就我婆婆和我老公之间就又因为谁该花钱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逻辑悖论。然后你们还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滑雪的油钱事件吗？就是他们一家人要去一个滑雪小镇上玩，要开我婆婆那个大车，然后我婆婆讲好的价就是开她车行，但是呢就是去的这个油钱、饭钱、住宿的钱都是我们拿。完她去那儿呢，就是她想玩啥，她门票自己拿，就认定的。完到那以后呢，老太太耍小心眼儿，就是她这个滑雪项目吧，不是咱说那种运动项目滑雪，是坐个小木板从山上滑下来那滑雪。完我婆婆就问我女儿说的，你看那木板子多硌屁股，要不然你坐奶奶身上，奶奶坐木板身上，那多暄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女儿说好。完我婆婆这个滑雪的钱就让我老公来报。我老公说你这玩赖，我婆婆说我是载体，我老公说你是载人。完我老公就拒付嘛，俩人就没唠好。我婆婆一生气自己开车回家了。最后呢，这地方也挺远，最后我老公和他俩妹妹还有我女儿就是坐直升飞机回来的。完到家之后，我婆婆说那我开车回来的油钱谁给我报了？我老公说你自己走的，你回去的油钱如果让我报，那我回来的直升飞机钱就让你报。完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嘛。完这玩意儿就是人性有弱点，命运有轮回呀，就相似的逻辑 bug 又出现了。他们去这火锅店就给免费的冰激凌嘛，然后正好我婆婆这一年特别信奉这个冰激凌减肥法，就是晚上不吃饭只吃冰激凌。所以我婆婆到了以后呢，人家就吃冰激凌，而且这不是免费赠送嘛，好像也就吃了能有3打吧。就她这人食管啥的也挺劲巴的，别的啥也没吃。完事结账的时候呢，大伙平摊这个账单嘛，就比如说每人$25。完我婆婆说的，我吃的是赠品，我交你们钱。我老公说俺们不吃消费品，你咋吃赠品？然后我婆婆说的，你们吃面条我就能吃到赠品，那你凭啥点虾滑啊？所以就跟这个回去油钱谁给报了一样，就是这个逻辑悖论又出现了，要爆发。这时候呢，我老公被店里这个甩面的追梦男子给认出来了，你不大胖媳妇吗？完我老公当时跟他爸俩没少喝，就是上劲儿了，人家这一问膨胀了啊，我是完事儿不但不跟他妈吵了，把全家人账都给结了，花了好几百刀。完我说的认出来你咋的了？认出来你就得突然间就认大方呗，花好几百刀啊。完他说的，当我被认出来那一瞬间，我就是有标签的，我代表的就不再是我代表的是这个家族，甚至于说我代表的是铁岭的黑土，是东北的轻奢，是婚礼上哀号的奥迪和载奥达的滑板车。那这脸能随便丢吗？
你能让你粉丝知道我跟我妈俩没事老因为这事讲价吗？我说那你以为人家是因为啥认出来的你呀？因为姿色呀。就你俩在饭店讲价那段对话，如果是我的铁粉，哎，就把你俩脸都蒙上，放在也门，他都能听出来这俩人是谁。